大家好，这里是秋季厨房。外酥里软的菠萝包永远都是面包中的经典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用隔夜棕种的方法来制作比较柔软的菠萝包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提前1天来制作好这个隔夜的棕种，也叫做消种。打面缸里面我们加入酵母、水和1个全蛋，然后混合均匀以后加入高粉。K 讲搅拌面积大，所以我们用它来混合棕种面团。首先用最低数把面粉跟水混合均匀。看不到干粉以后，我们把机器提高到中数，给它搅打1到2分钟，把面团打成团即可，不用打出任何的筋。消种法就是把总面粉含量的50%以上，这里是70%的面粉跟水先混合，然后冷藏发酵，让这个水合作用呢充分发挥完全。然后我们取一个保鲜袋，滴几滴油，搓一下，起到防灾作用，放入面团。这个面团是没有任何筋道的，软塌塌的。这里有个小细节，消种面团不要坨成一团放在那里发酵，要把它摁扁。坨成一团的话，放进冰箱以后，外面已经冷了，里面中心的话面团还在继续发酵，这样的话中心的面团有可能发衰。然后我们记得写上时间，方便自己查看。先在室温发20分钟活化一下酵母，然后冰箱冷藏12到15个小时使用最佳。第二天我们从冰箱里面直接取出这个消种面团，解开保鲜袋，把它切成小块，不用给它回复到室温，直接放在打面缸里面，加入椰糖和冰水。水的话预留5到10克，因为每个人的面粉的吸水性不同。首先我们上打面钩给它搅打均匀，这一步呢是为了让这个棕种面团跟液体首先混合在一起。然后我们把酵母放在高粉里面搅拌均匀以后，加入这个棕种面团里面，先用低数给它混合均匀，然后再开始用中数给它打面。消种面团有个很大优点，就是非常容易控制面温。我们把它调到3档，给它中数打5分钟。推荐大家平时做面包的时候也用一个计时器，这样时间长了你就会积累经验，知道大概需要打多久，什么档位可以打到面团的不同的状态。面团打到光滑以后，我们用剪刀剪一小块下来。解插模的时候，我们这样拉一下，然后转90度再拉一下，用这种方法来判断。这时候洞的边缘是锯齿状，然后我们放入软化的黄油，黄油一定要软化，要不然的话是很难拌进去的。切记加入黄油以后一定要用低数，要不然的话黄油太滑了，会导致面团的这个筋度搅打的不均匀。混合2分钟以后看不到黄油了，我们就把它调到中高数，开始继续打面。出筋的面团呢，它有一个特点，首先它会甩缸，你就会听到它就是砰砰砰的那种喷缸壁的声音，就说明它差不多快好了。这时候把烤箱的发酵功能给它开上，28度进行1发。完全成筋的面团它是特别容易爬沟甩缸的，表面呢特别光滑，这时候你就要解查了，千万不要打过了。你宁愿打到8、9成筋，也不要把它打过。打好的面团表面是非常光滑的，我们继续解一块下来，检查一下它的有没有达到这种手套膜的状态。这时候的孔的周围是非常光滑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取一个烤盘，里面撒一点面粉，手上呢涂一点油防灾。我们取出面团，往里折叠成一个光滑的面团，记得测一下面温，因为要根据你的面温来控制后面的发酵。最佳温度应该在23到26度之间。我是放在78的湿度，大概28度左右的环境里面发酵50分钟，发酵到体积2倍大即可。个人建议1发还是开体积，用手指戳动那种方法真的比较难判断。案板上我们撒一些面粉，用刮板把这个面团倒在案板上开始分割。一个菠萝包是65克一个剂子。分割面团的时候一定要用刮板，这样给它切下来，不要用手去拉成面团，因为1发完后的面团它的筋度是比较容易会被破坏的。分割好后，我们取一个小剂子，给它向内折叠，给它滚圆。大家可以在桌布上这样滚圆，或者是在手掌上搓圆都可以，给它大概滚圆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盖上保鲜纸，给它室温松弛20分钟左右。松弛的时候呢，我们来做上面的菠萝皮。菠萝皮的黄油一定要软化。我们然后加入奶粉、糖粉，然后我们这里不用这个 K 桨，要用这个打带头，因为我们需要高速打发，它的线条比较多，可以把黄油打得很发。首先我们会开低数，让糖粉给它黄油稍微混合，不要让它飞溅，然后调到最高数，给它直接搅打5分钟，让黄油彻底的打发成白色。这也是这款台式菠萝包的特色，就是把上面的酥皮里面的黄油一定要打得很发，这样的话最后出来它那个酥皮就比较酥脆一点。
然后我们一次性加入一个全蛋，不用分次加的，然后我们直接上高速给它打了一会儿，你可能会发现会有那种水油分离的状态，那时候千万不要担心，直接继续用高速打，它打一会儿，这些黄油量是完全可以把一个鸡蛋给吸进去的。如果你实在还有一点点那种水油分离的话，周围给它吹一吹热风就可以了。这里再啰嗦一下，做任何打发黄油的东西呢，一定要把黄油跟鸡蛋融合充分顺滑了，成羽毛状了以后再加入面粉，否则你出来的曲奇呀、棒蛋糕呀，里面的孔洞会非常大，所以最后出来的状态是一种非常细腻的，看不到任何液体，非常细腻光滑的羽毛状。这时候我们往里面加入这个低粉，可以继续用这个打蛋头让低粉跟这个黄油稍微混合一下。大概开不到该粉以后，我们戴上防灾手套，用手给它这样折叠，因为我们不想让酥皮有任何的筋道，这样的话才会更酥。和好的酥皮面团是根本不摘手套的。然后我们把它分成每30克一个的小球，一个菠萝包我们用30克的酥皮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整形，我们取一个面团稍许排气，拍几下即可。这款面团会带一点点偏湿，所以大家记得拿一个刮板，然后切一小部分下来，包在这个大部分里面，这样的是为了让这个整个面包看起来形状更好看。双手把它滚圆，有助于一会儿包菠萝皮。菠萝皮的擀法有2种，首先我们可以取一个球直接放在手掌里面，用另一只手给它这样摁扁。如果你做的量比较大的话，或者做私房的话，就用这种方法比较快。然后把刚才的面团的顶面跟菠萝皮这样紧紧的贴合在一起，然后倒过来，让这个菠萝皮包裹在这个面团表面，一定要包裹到底部，然后双手这样给它捏，让它更加的贴合，里面不要有任何空气。菠萝皮跟面团一定要把它贴紧，然后一直要包到整个面团的底部。然后我们用双手在桌上用2个手的根部这样来回的搓，把这个面团给它整圆，这一步也是比较重要的，这样会影响最后面包的形状。菠萝皮的另外一种做法是把它夹在2张油纸中间，用擀面杖把它改成圆形，这个呢比较适合新手。虽然擀面杖改的表面比较光滑，但是烤完以后是根本看不出区别的，所以我个人比较推荐直接用手在另外一个手掌上摁的那种方法，又快又好使。包馅的面团我们把底部给它捏到侧面，因为底部的话它一直靠着菜板，属于液氧发酵那种，所以我们把它放到侧面，配上自己喜欢的红豆馅、奶酥馅都可以，我放的是栗子馅，是我们全家人的最爱。用包包子的手法给它包好即可，然后同样也要把它滚圆。我们再看一下包裹菠萝皮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它贴合紧了，千万不要在里面留下空隙。然后我们在上面压上这个菠萝的花纹，压菠萝皮的时候一定要这样用力压下去，千万不要担心你把面包压瘪了，我们用手这样一滚，它这个面团又圆整起来了。一定要压得很深的痕迹，要不然的话2发完了以后它的痕迹就会丢失了，这样的话最后成品那个菠萝纹就没那么明显了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用力的压下去。没有菠萝工具的话，你可以用个小刀或者刮板直接给它刻上花纹也是可以的。2发可以在室温中直接发酵，不要盖任何东西。我是放在烤箱里面30度左右，60%的湿度，不要加任何热水。发酵结束前先预热烤箱，发酵完的菠萝皮会有自然的龟裂，体积会变到大概2倍大。我这个直径是10公分，高度是7公分左右，给大家做参考。最后我们在上面刷上薄薄的一层蛋黄液，切记蛋黄液只能刷薄薄的一层，千万不能刷的太多，刷太多的话烤出来会发黑。我有几个是我女儿刷的，她刷了很多，最后烤出来就变黑了。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烘烤啦，每次看的面包在烤箱里面慢慢的膨发长大，没有比这更幸福的时刻了。我的烤箱烤了20分钟，给大家作为参考，烤到一半的时候中途给它拿出来转一下烤盘，最后5分钟盖上锡纸防止上色过度，最后烤到金黄色就可以啦。面包记得不要放在冷藏里面保存，要速冻或者放在室温吃1到2天，这款面包都是很软的。很多台式点心的做法我还是很喜欢的，像古早蛋糕呀、台式菠萝包，它做出来都比较的柔软。这个面团大家也可以同时做成别的小菜包。肖中法的面团做出来一个特点就是特别软。好啦，我们下次美食再见哦，有什么问题记得给我留言。